大家好，我是 Byzantine 的 Zora， 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期的 ICO Review。ICO Review 呢是由 Byzantine 以及 Byzantine Partnership 的 ICO Rating 机构 Zombie 联合出品的。那今天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项目叫做 Contents Protocol。OK， 那今天呢带大家来看到的项目就叫做 Contents Protocol。那其实随着目前网络内容市场的继续扩大呢，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所有的资源跟影响力都是被垄断的，被集中在某些大型的网络内容服务商的手中。而 Contents Protocol 他们所想要做的呢，就是将所谓的焦点带回到用户以及内容上面，然后他们试着去建立整个平衡的内容生态系统，让创作者、消费者以及平台呢都可以有一个公正公平的补偿。那在 Contents Protocol 的后面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母公司叫做 Watcha 的。Watcha 呢，它提供的是一个类似韩国版 Netflix 这样子的服务，在用户呢收看所谓的影音内容之后呢，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为这些影音内容进行打分，然后平台呢他们会根据你的这些打分呢，为你提供适合你推荐你看的一些影音内容。那Contents Protocol 呢，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提供内容创作者可以获得更多收益的一个内容协议。然后他们是借此呢来鼓励这些内容创作者呢可以创作出更优良的内容。再来呢，我们要来看到是 Contents Protocol 的团队。那就像刚刚提到的 Contents Protocol 呢，其实是来自他们的母公司 Watcha， 所以他们团队核心成员呢都是 Watcha 的创始团队。整个团队组成呢是非常的年轻的。那 Contents Protocol 的 Advisor 部分呢是来自 Hash 的 CEO 以及 CAO。那我们也很期待，就是来自 Hash 的 CEO 跟 CAO 可以提供一些区块链产业方面的相关意见给 Contents Protocol。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Contents Protocol 的投资者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矽谷非常有名的天使投资人 David Lee， 还有韩国非常顶级的Crypto Fund Hash， 以及KakaoTalk 的背后一个区块链 Fund 叫做 Kakao Ventures。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lock Crafters 或者是Neoplay 之类的等等，都像是在韩国地区以及新加坡地区还有北美地区非常知名的区块链的投资机构。那其实这些投资机构呢，他们原本都是投资区块链产业为主的。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看到说就是可以帮 Contents Protocol 在一些影音内容产业是有一些扩展性的东西，那这方面可能有一点点的疑虑。好的，那在 Hype 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Contents Protocol 的 Telegram 人数里面大概只有5500人，然后呢他们是没有 Twitter 的 Medium 呢也未可得知，就是其实整个项目的 Hype 呢是有一点 concern 的，但也可能是因为呢据我们了解，就是 Contents Protocol 他们目前正在计划去打造他们自己的 Hype， 然后也还没有进行一些宣传的动作，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就是在一个 Watcha 这样子一个影音内容平台上面呢，他们有一个自带的用户流量，那他们之后打造 marketing 的能力应该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看看之后 Contents Protocol 他们的 hype 会不会提升。接着呢，我们要来看到是Contents Protocol 的 roadmap 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roadmap 里面写到的是，在2018年的 Q4 的时候呢，它会完成一个内容影音的订阅制。然后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则是完成音乐平台的订阅制度跟所谓的电子书跟漫画的订阅制度。那其实 Contents Protocol 呢，他们目前项目代码是没有开源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但是在白皮书里面，他们是写到他们这些项目代码都是未来会成为一个开源的服务。那目前呢，这个状况是没有公开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就是整个平台系统呢，他们在之后真正公开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状况。再来，我们看到是呢它的 Token Ecosystem 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它的代币符号呢叫做 CPT。那其实很有趣的是呢 ，Contents Protocol 它里面呢是有两种代币的，一个叫 CPT， 另外一个叫 CP Power。那它 CPT 跟 CP Power 呢是为了来保证一个整体代币经济循环的一个稳定性还有流动性。那CPT 呢是你可以用来去支付跟打赏一些影音内容，然后同时呢
这些创作者啊，他们如果想要得到一些更优质的，就是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分润的话呢，他们必须要去把他们的 CPT 转换成 CP Power。那这个转换过程是这样子的，就是 CPT 跟CP Power 的转换制度呢是1:1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是马上就可以转换的。但是如果当今天你想要把你的 CP Power 转回成 CPT 的话呢，你是必须要有1个月的等待期间的。然后这个制度呢，其实就是为了去控制整个市场上的 CPT 的流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Contents Protocol 的白皮书里面呢，他们是写到，就是他们会根据整个平台的用户使用量啊，或者是平台的这些影音内容的服务量呢，来决定是否增发他们的代币，然后在每年的3月、6月、9月跟12月的时候呢，来公布说他们接下来的整个代币以及回馈制度是否做出调整。那目前在第一版的内容之中呢，他们是说到就是他们会在首年的增发率呢是增发10%的 token， 然后呢整个代币的销售硬顶呢是1800万美金。好的，那再来呢，我们要来讲到的是 Contents Protocol 的优势点到底在哪里呢？首先就是 Contents Protocol 呢，他们其实背后的母公司 Watcha 就是一间非常成熟的公司，整体呢是自带了400万人次的用户，而且还不断的在增长之中。然后再来呢，就是在韩国 VOD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而根据会计公司普华永道指出呢，其实在这近5年之内，就是2012年到2017年呢，整体的 VOD 市场呢是呈现一个往上的趋势，然后总体的市值呢大概已经是223亿美元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呢，就是Watcha 这个公司呢，其实他们跟一些优质的内容服务平台，比如说 Disney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皮克斯之类的平台是有一个合作关系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期待，就是 Watcha他们的这些合作伙伴，还有他们丰沛的行业资源，到底可以为 Contents Protocol 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快速发展？然后同时呢，就是Contents Protocol 它完全的降低了整个影音平台服务商的重要性，然后直接的去对接到了用户以及内容供应者，然后它以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呢，来回馈这些内容供应者，激励他们去创造更好的内容。然后同时呢，也用很有效率的方式去把这些分润呢，完全的去让这些创作者可以得到更多的分润，然后去完善整个影音生态的一个系统。那接着呢，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Contents Protocol 的 weakness 的地方。那其实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协议层，然后它想要去改变的东西呢，是去改变原本大型的内容供应服务平台的一个生态。然后去改变他们收到更多分成的一个状况。那其实这样子去挑战主流内容平台的一个状况，看起来呢是就是他们的直接竞争者就还是原本传统中心化的这些内容服务平台。只是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Watcha TV 跟Contents Protocol 的结合，就是在他们白皮书中公布的嘛。2018年的 Q4 的时候会把这个 TV 的服务导入到他们 Contents Protocol 的平台。那未来呢，是否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后续跟其他内容服务平台，不管是中型还是小型内容服务平台做一个结合，都是未可得知的。然后再来呢，就是因为 Contents Protocol 里面的团队成员都是来自母公司 Watcha 的核心成员。那其实整体的团队组成呢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状况，比较单一。然后这点呢，也是对于整个他们要投入区块链产业来说，会有一点 concern 的。那接着呢，就是到底能否真的接入这些中小型的内容服务平台呢？然后可以跟这些大型服务平台做一个竞争，都还是值得看虑的。所以接着呢，我们就要来最后讲到的是Contents Protocol 的 conclusion。那我们会分成短期跟长期的来说。从短期看来呢，就是其实呢，他们整个自带了400万的用户流量，然后呢，1800万美元的硬顶，那其实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然后而且他们也对参与了pre-sale 的这些参与者呢，是进行了一个非常长期的锁仓。然后在整个CPT 上线交易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呢，因为他们原本自带的这些用户流量以及整个有锁仓的一个状况，可能是会短期之内有一个 hype 的。
但在长期的部分呢，就是它其实呢是创造了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经济的激励制度，然后让原本的内容供应商也好，或者是让消费者也好，都是不再被整个平台剥削的。内容供应商呢，他们其实是可以创作这些内容，然后经由 Content Protocol 得到更多的分润，而消费者呢也不用在那边收看广告，然后等于是免费在帮这些内容服务平台呢做一个做义工的一个这样的状况，然后所以其实 Content Protocol 它完全重塑了整个内容供应平台的一个生态状况。然后他用一个双赢的内容局面呢，去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平台。那其实呢，虽然就是它的这些商业模式啊也好，或者是它所要打造这个未来的生态平台也好，只是这些应用服务类的项目呢，就是他们最终核心的问题还是他们到底如何去获得这些用户。所以毕竟呢，这些应用类的项目呢，都需要实际的用户来进行支援，然后才可以确保他们整个平台的生态圈呢是完整的。毕竟呢，整个区块链项目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平台以及你的用户流量。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Content Protocol 的项目介绍以及项目测评。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欢迎大家上 Zombie 的网站来看 Content Protocol 的 ISO Review。那这些 ISO Review 呢是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的。就是大家在投资项目的时候呢，记得自己一定要把控好自己的风险。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欢迎大家按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拜拜。